他只是多看了一眼烤玉米，却发现了一个价值千万的商机。身边人都喜欢把辣椒放在食物上，就连5岁儿子也吃得津津有味。What is it? It burns. Well, stop eating it, dummy. No, I like it. It burns good. 儿子的话给了理查德财富灵感，如果把薯条也做成麻辣口味，肯定可以让他赚得盆满钵满。于是他买来所有品种的辣椒，开始在家里不断尝试。然而成功并非想象中的容易，小儿子尝了后被辣得哇哇大叫。Hot, like elote hot? Good hot? No, bad. 可当全家一起品尝过后，纷纷被辣得直找水喝。这辣恐怕连魔鬼吃了都得冒汗。然而理查德并未选择放弃，在经过无数次的尝试和改良过后，他终于发明出了又辣又上头的薯条。Burns good or burns bad? It burns good. 一款风靡全球的零食就此诞生。就在理查德以为肯定会大卖特卖时，他发明的辣味奇多却在超市的货架上无人问津。强大的挫败感让他想起了小时候，因为是墨西哥裔，理查德从小就被同学欺负，他们嫌弃墨西哥的食物，认为他带的卷饼既难看又难吃。理查德想让妈妈给他做三明治，他不想和同学们格格不入，可妈妈却并没有给他换午餐，反而多给了他一个卷饼。Toma, uno para ti, uno para el menso que no le gustan los burritos. 当同学再次嘲笑他时，理查德却故意大声说道 Oh my god, so good, delicioso. Want some? 小胖让身边的同伴上前试吃，只见对方面露苦涩地咬了一口，下一秒就被舌尖传来的美味所征服。 This is pretty good. 小胖见状也想要尝一尝，结果却被理查德一把按住。 25 cents. 理查德就此赚取了人生第一桶金，他开始往学校带更多的卷饼，很快墨西哥卷饼就成了学校风靡一时的美食，同学们都争抢着购买，理查德的存钱罐也越来越满。这天他来到超市想要买一盒巧克力，可结账时老板却认为他的钱是偷来的，就连警察也因他的肤色怀疑他。小理查德被警察当众带走，这也改变了他原本的生活轨迹。长大后的理查德不务正业，整天和一帮狐朋狗友混在一起，期间他还认识了现在的妻子朱迪。不久朱迪发现自己怀孕了，他劝理查德考虑下他们的将来。为了还未出生的孩子，理查德毅然和混混划清了界限。几年后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可他们的生活却十分窘迫。小儿子只能喝兑了水的牛奶，大儿子的鞋子坏了也只能用口香糖来粘，妻子还要抱着孩子在路边卖东西，赚取一家人的生活费。理查德也想出去上班，可有过犯罪记录的他找工作却成了麻烦，没人愿意聘用他。多次碰壁后，理查德找到曾经的小弟，虽然小弟对他的不辞而别心生怨恨，可看到理查德如此诚恳地放低姿态，最后小弟还是答应帮他。他介绍理查德去一家食品厂应聘，面试官询问理查德的学历，为了不把这场来之不易的面试搞砸，理查德谎称自己是高中毕业。巧合的是，面试官也就读过那所高中。Remember Principal Grimaldi? Oh, tough, annoying. Heck yeah, man. I hated that guy. Principal Grimaldi is a woman. 这让理查德尴尬到了极点，面试官起身就要离开，理查德急忙上前恳求 Look, I'm fast. I'm smart. Look, I know I don't look it, but I promise I'll be the best worker you ever hired. Look, maybe I don't got no diploma, but I got a PhD. I'm poor, hungry, and determined, sir. 见理查德态度如此诚恳，面试官给了他一份清洁工的工作。他带理查德参观了生产车间，告诉他每天的工作职责。理查德开始充满激情的工作，他对食品的生产很感兴趣。 Hey, this is so cool. Have you seen this? 理查德还被评为月度最佳员工。可是好景不长，工厂的订单开始越来越少，销售业绩也开始下滑，公司不得不做出艰难的决定，实施了一轮大规模的裁员。总裁还特意录制了演讲视频，想让员工们一起想办法，帮助公司走出困境。其他人都各自忙碌着，只有理查德在认真的看。 Every person can b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failure and success. I want you to think like a CEO. Think like a CEO. 很快，理查德就发现了可以拯救工厂的方法。这天，他和儿子在公园里吃烤玉米，理查德无意间萌生了制造辣味薯条的想法。经过全家人的不断努力和尝试，一款让人又辣又停不下来的零食终于诞生。可当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领导时，领导却认为他是在异想天开。一款新产品的开发需要好几年，上市成本更是高达数百万美元。他让理查德做好清洁工的工作。面对打击，理查德并没有放弃。晚上，他偷偷溜进领导办公室，找到了集团总裁的电话。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总裁。 I think it will save our factory. It will save jobs. And you said in the video, think like a CEO. So I did.
You saw my video? Yes, sir. And you're a janitor. Maintenance crew, sir. Like, look, if it's okay, I'd like to send you some samples, sir. Richard, that's more than okay with me. More than okay. Thank you, sir. 理查德怀着忐忑的心情给总裁寄去样品。当总裁把薯条放进嘴里， Holy hotness! Mama hot! 他让秘书赶紧倒杯水。可奇怪的是，手里的薯条却不受控制继续吃了起来。接着理查德就接到了电话，是来不及擦手的总裁打来的。他想立刻去见理查德，听他关于纳维奇多的想法。可理查德根本不会推销演讲，妻子便陪他一起翻阅书籍，帮他写产品的演讲稿。妻子给理查德买了一身西装，还帮他精心挑选了一条领带。 I'm here because of you. You know that, right? 理查德向妻子深情告白。 Thank you for believing in me, Mirena. 很快到了总裁视察的日子，理查德激动地讲解着自己的纳维奇多，可台下的领导们却并不看好这个产品，他们纷纷向理查德发难，询问他纳维奇多预计市场的占有份额。专业的术语难倒了理查德。看到总裁投来鼓励的目光，理查德瞬间充满自信。他想起超市货架的长度，于是张开了手臂。 This much market share. 他的目标是占领超市的整条货架。看到他的比喻，台下哄堂大笑。理查德坦言，他并不知道什么是市场份额，可跟他一样生活在底层的人，却对辣味有着特殊的喜爱。如果有一款零食是专门为他们生产，那肯定会受到底层人们的追捧，因为这是他们被人重视的感觉。听完他的演讲，总裁站起身，他学着理查德张开双臂。 This much more market share? 总裁当场表示会支持理查德的想法。 You have given us a lot to think about here. 随后，公司便将辣味奇多投入生产。然而，这款零食并没有想象中的火爆，甚至成了货架上的滞销产品。理查德不明白是哪里出了错。这时，儿子的一番话点醒了他。原来，公司并未对辣味奇多进行宣传，导致客户根本不知道这款产品的存在。理查德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他找来曾经的混朋友，让他们帮忙进行游击式推销。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辣味奇多很快就在小镇宣传开了。理查德还免费让大家品尝。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很快超市的辣味奇多就被抢售一空。秘书把销售报告拿给总裁。 总裁立刻让理查德加大生产。 Oh, yeah, okay. Yes, sir. Like how many? Like 5,000? No, Richard. 5 million. We're gonna need 5 million. 就这样，辣味奇多让工厂起死回生，之前被解雇的员工也都重新回来上班。半年后，辣味奇多成了风靡全球的零食。可理查德依旧做着清洁工的工作。这天，总裁来到工厂找他。 Visionaries can't be contained. And a smart person doesn't try to contain them. In fact, smarter guys like us invest in vision. So I'm thinking it's a good idea to invest in yours. 总裁邀请理查德加入，他把一张名牌插入门框，理查德成了公司的营销总监。他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妻子，妻子听后也喜极而泣。这是一部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励志电影，我们见证了一个平凡人的成功之路，也让我们明白了坚持和梦想的重要性。只要勇于追求，不懈努力，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